棒球界的老司机一定听过这句话：今天要吃锅贴了吗？在台湾的网络用语中，这不是在讨论美食，而是一种球迷间的自嘲。究竟棒球场上的锅贴文化是怎么诞生的呢？今天就来聊聊台湾棒球如何从锅贴文化到世界冠军。在2000年初期，每当台湾棒球在国际场上以些微的分差输球，或是遭到逆转时，新闻媒体或者是网络乡民经常会用"虽败犹荣"来形容。它的发音让人联想到台湾的锅贴连锁店四海游龙，并用吃锅贴来自我解嘲。究竟那些年我们吃了多少颗锅贴呢？2004年雅典奥运对上日本，领先到第7局，才被高本由伸轰出追平弹。这球打在了左半边，不要！啊！最后在延长赛中饮恨。同样是雅典奥运对上意大利，原本这场比赛被视为大补完，最后输给当时被公认为实力较弱的意大利，让3分赢定了，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被逆转？2008年北京奥运对上中国，台湾在12局下半还领先4分，眼看就要胜利了，结果这一球被他逮中了左外方向，结果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。2垒上的跑者上3垒，3垒上的跑者回到本垒来攻下1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有呢3分的领先。蓝建福，哎呀，结果投出了4坏球的保送。这个4坏球保送呢，要让中国再添1分，变成了7比4、7比5了。这个压力真的蛮大。刘领队呢都说不出话来。这一球转越形成了安打。我们看看，这时候要赶快做回传。中国队在垒包上的跑者呢也回来攻下了追平分，双方战成了7比7平手。那这个球发生的是什么状况？摄影机为什么都没有带到啊？哇，中国队最后是逆转了。最后因为一颗外野传球，这一球被打穿了1、2垒之间，然后右外野手是张建民，他做处理。那这个球呢，一支安打带有2分打点，应该是没话讲。但回传球的部分啊，这个时候是2垒手蒋志贤吗？他过来做 cover 的动作，他要接不接，反而是没有把球接进了手套。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？被再见逆转了，最终以7比8在延长赛中遭到逆转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锅贴史上吃得最落赛的一夜。接着是2017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对上荷兰，9局下半平手，结果投手投出再见保送，送走了比赛，以5比6落败。哇！好了，比赛结束，陈宏文最后这一球投出再见保送。对上韩国，追平后进入延长赛，结果被韩国轰出全垒打。最终以8比11落败。好想赢韩国！如果要提到吃锅贴的最高境界，莫过于2013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台湾对决日本，一路领先到9局上半，2出局2好球，1垒有人，距离胜利只差1颗好球。结果日本队盗垒成功。This is a good throw from the catcher, Kauchi Kong, who came in defensively in the 8th. 随后敲出追平安打。Line drive, base hit, it's tied. 又是延长赛。结果 Another 2-2 pitch. Up the middle, out there, ball game. 以3比4落败。
当时的我只能仰天长叹。吃了这么多锅贴，锅贴文化不只是网络的梗，它更像是台湾棒球迷共同的创伤回忆。QQ， 2024年12强赛事开打前，日媒评选的战力排行，把台湾排在分组的末段班，总分只有35分，主力投手缺阵，打线缺乏重炮，而吃锅贴吃习惯的球迷想的是，不要输得太难看就好。就这样带着不被看好的状态下进入比赛，比赛开气。第一场对上韩国是最关键的起手式，曾成为惊天动地的满贯全垒打。第一个球出手，陈建辉这一棒找到了右外野方向，右外野方向，来光炮！陈建辉2局下半一棒炸裂，给了中华队4比0的领先，抓准了暂停过后的第一个球。而且他已经看过一轮了。今年球季在例行赛挤出了有10发的全垒打，缔造了生涯新。加上陈杰宪的2分炮，以及台湾投手群成功压制韩国打线。打者是选以及陈冠宇，满球速变化球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。2好1坏，陈冠宇这个变化球让打者挥棒落空，宋承文遭到了3振。2好2坏，变化球主审拉弓，打击的尹东信遭到了3振。好想赢韩国不再是幻想，也让全台气势瞬间引爆。而这股气势延续了一场接着一场。这一球打进出去，在左外野方向，这一球让打者变成了电风扇，遭到了3振。今天老虎DK。起初设定的目标前进东京，并不是终点，我们要前进冠军赛了。先发投手林玉敏展现霸气。领衔投手群完美封锁日职打线，日本队的打者，李家正，这一球出棒打到了中右半边，飞来蛮深远的2外手追过去，这个全垒打，来0。随后队长陈杰宪在垒上有人的情况下，轰出石破天惊的3分弹。他一边跑垒一边指着胸前的画面，成为台湾棒球史上最经典的瞬间。而我当时在想，或许锅贴文化真的要走入历史了。单局2发全垒打，打到互相简单的傻。对，而且你会觉得互相这个。过去的锅贴文化主要原因是先发投手燃烧殆尽之后，牛棚接不住，但2024年我们展现了恐怖的投手深度。林玉敏的霸气，洪子鹏的稳定，加上张毅、陈冠宇等老将的经验，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火墙。还有神一般的队长陈杰宪，这届赛事打击率超过60%，需要他的时候总能够40一击。更重要的是他的领袖气质，凝聚和延续了团队的气势。
最后，我们不容忽视的是，这是强大的后勤团队。没错，一杯大珍奶可以增加上垒率。但是夺冠后，网络总有其他声音。这只是日本的1.5军吧？大联盟的球员又没有来。虽然少了大联盟球员的参赛，但能够打赢日本派出的日职一军明星队，也足以证明中华职棒体系的深度，已经能够接近或者是足以抗衡世界第2大职棒联盟 NPB。那为什么12强赛事没有大联盟球员参加呢？和即将到来的 WBC 有什么差别？在2011年之前，国际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杯棒球赛关注度越来越低，再加上棒球失去奥运的舞台，急需一个高等级的赛事来维持存在感。因此，棒球与垒球的国际组织在2013年合并为现在的世界棒垒球总会，并于2015年催生了第1届的世界棒球12强。而 WBC 则是当时的 MLB 看见世界杯足球赛的成功，认为棒球也需要一个真正的世界级的赛事，于是2006年策划了第1届世界棒球经典赛。也因为是 MLB 举办的赛事，大联盟40人名单被允许参赛，各国阵容的新度也提升了许多。虽然12强赛事没有 MLB 大联盟现役球星，但对于亚洲职棒来说，也是一场关乎国家荣誉与积分排名的重要期末考。从当年的虽败犹荣，到2024年12强的世界冠军，台湾棒球不再是那个被逆转或者是差一点的球队，而是能够领先到底的冠军。我终于能够把这盒锅贴给丢了。下一站，2026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，让我们带着这份自信去挑战大联盟新冠意义的世界强权。你看好台湾英雄在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打出佳绩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我是文史青年，下部影片见。